我要烟牌。你跟他赌，那我干什么？给我擦皮鞋。还没有问。就凭着这几句魔性的台词，赌侠近期再度刷屏全网，无数网友顺着热梗深挖，才扒出30多年前向华胜精心算计周星驰的往事。向家与周星驰的恩怨，藏着港间黄金时代最狠的算计。当时向华胜拿刘德华当诱饵签约周星驰，本想锁死他做永盛的赚钱工具，谁知配角硬生生逆风翻盘，反倒成了养活向家的印钞机，也为日后周星驰和向家撕破脸皮埋下了伏笔。时间回到90年代初，那时的香港影盘基本就是向华胜的天下。靠着周润发的赌神狂收3700万票房，永盛电影直接垄断整个赌片市场。而那时候的周星驰混得相当憋屈，他被死死困在李修贤的公司里，拍一部戏固定只有70万片酬，不管演技多出彩，却永远只能客串小角色，还被公司随便转租拍戏，妥妥就是一个任人压榨的打工工具，一点话语权都没有。没人看好他，没人重用他，直到导演吴思远看中他的天赋，把他拉来拍了《不赌圣》。这部片子成本不到500万，只拍了37天，没有大牌助阵，制作简陋。就是这样一部像华胜瞧不上的片子，上映后票房一路狂飙，狂揽4132万，成为香港影史首部破4000万的影片，直接碾压赌神。消息传到永盛后，向华胜当场暴怒拍桌，一个小演员也敢抢我的市场，动我的蛋糕。怒火过后，他冷静复盘，瞬间看透关键。周星驰独一无二的无厘头，就是实打实的票房密码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别家靠着周星驰源源不断赚钱。于是他打定主意，设局留人，一场专门针对周星驰的精密阳谋就此开始。向华胜的算盘打得又精又狠，当时周星驰合约还攥在李修贤手上，没法直接签到永盛，向华胜就主动出钱，从李修贤手上租借周星驰档期，专门量身定做赌侠剧本，连夜催王晶定稿，对外高调打出刘德华周星驰双男主的宣传，噱头直接拉满。表面是两大当红艺人强强联手，骨子里全是算计，用顶流刘德华扛主演戏份撑票房，谢星爷刚爆火的人气引流，说白了就是把周星驰借来当免费流量工具。合约白纸黑字写明，刘德华是正统核心男主，全片高光戏份全都归他，周星驰名义并列主演，合同标注只是特邀客串。最坑人的是暗藏霸王条款，接着这次合作做铺垫，只要周星驰签字，往后数年拍戏优先权牢牢握在永盛手里，片酬拍戏档期全由向家说了算。说白了就是想借着一次合作，顺势锁死周星驰的黄金演艺期，白白榨干他的才华赚钱。当时全港所有人都认定周星驰这次彻底被拿捏死了，这辈子只能当配角当工具人。可谁也没想到进组之后局势直接反转，周星驰根本不按剧本套路演戏，全程临场发挥，自带笑点。我知音，厉害！哎呀，好棒好棒好棒！不过你玩得太过火了，失陪喽。慢着，这局我们各有千秋，不相伯仲。我看我们还要再赌一局。跟刘德华对戏的时候，他的气场和喜剧节奏直接碾压，连刘德华都得跟着调整演戏状态，最后成片效果完全逆袭。周星驰的客串戏份硬生生演成了平分秋色的大男主。後來王晶的採訪也道出了周星馳的逆天天賦。咁啊，結果賭俠咧就一路拍啦，大家都好開心啊，大家都拍得好好，覺得好戲實得。咁就但係咧，劉德華就走嚟同我講咯，喂，所有啲好笑嘅喺晒啊，星仔度喎，咁我點啊？咁我加啲俾你啊，我盡量加多啲俾你啦。咁又加多啲你同阿陳費蓉嗰啲之間嘅感情嘢啊，咁樣。咁結果大家都睇到啦，最後出嚟就係，始終都係搶唔過佢。咁啊，但係我就話，我唔係加俾佢噶，係佢自己諗出嚟啊！當時佢已經諗好多嘢俾自己，但係又係好笑喎，唔通我唔要啊？一定要噶啦！結果組合出嚟就非常之成功。賭俠上映後票房一路狂飆，最終狂收4034萬，拿下年度票房第2，僅次於周星馳自己的賭聖。就連劉德華的粉絲都忍不住被星爺的演技圈粉，向華勝精心策劃的壓人算計徹底落空，狠狠打臉。炸裂的票房數據讓向華勝瞬間清醒，周星馳根本不是任人擺布的棋子，是能讓他源源不斷賺錢的頂級印鈔機。他立刻推翻所有算計，不惜花重金從李修賢手裡全額買斷周星馳的合約，廢除霸王條款，主動漲片酬，給足尊重，還給了他極大的創作自由。簽約永盛之後，周星馳正式開啟票房統治時代。逃學威龍打破校園片票房紀錄，鹿鼎記成為經典喜劇 IP， 唐伯虎點秋香直接拿下年度票房冠軍。
那几年，永盛所有爆款电影全靠周星驰一人撑起来，曾经的算计打压彻底变成了深度依赖。最能说明地位的是，一向强势霸道的向华胜，看完《逃学威龙》粗剪版后，居然主动打电话给周星驰，让他多加点搞笑镜头。能让港圈大佬低头妥协，靠的不是人脉，是星爷实打实的票房实力。可风光背后，周星驰和向家的恩怨从来就没断过。1994年，周星驰准备移民加拿大，手续基本办完，却突然被人举报涉黑拍戏，申请直接被驳回，连续7年上诉全部失败。圈内人心照不宣，当时的周星驰是永盛的顶梁柱，摇钱树，向家绝对不可能放他走，这就是一场赤裸裸的牵制。也正是这件事儿，埋下了2014年全网倒周的导火索。当年向太公开炮轰周星驰，指责他忘恩负义、耍大牌，靠着圈内人脉压力，大半个香港娱乐圈纷纷站队，所有人都刻意疏远抹黑周星驰，全网谩骂，人人避之不及。星爷跌入人生最低谷，几乎无人替他说话。就在所有人都踩他一脚的时候，八两金毅然站出来公开力挺。当年八两金破产负债，走投无路，一度想跳楼轻生，全港没人帮他，只有周星驰不断找他拍戏，让他慢慢还清了债务，养家糊口。很多人总说周星驰性格孤僻，不好相处，可看完这段往事才懂，他一生遭遇无数算计、抹黑、背刺，却始终低调善良，默默做人，认真做事。周星驰是没问题的，我觉得你们都想一想，这么多年都是很多人骂他，但是他从来没出来骂过人的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港片黄金时代早已落幕，但唯独周星驰的作品常年刷屏，热度不减，这就是观众给他最公正的答案。